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《岁月词精华》故事解说。夏希儿从一场极致真实的噩梦中惊醒，心神久久激荡不散。梦里，他忠心耿耿的下士满门，只因他错信夫君贺连志，被贺连志与女将叶青雨联手构陷，最终落得满门抄家，举族流放，尽数饿死在流放路上的凄惨下场。惊魂未定的夏希儿回过神，才知晓方才只是一场梦，可梦中的画面太过真切，仿若亲身经历。这时，他意外发现家中祖传的古董古镜暗藏玄机，不仅藏有无数奇珍异宝，还自带一片专属储物空间，是他从前从未知晓的隐秘机缘。正当夏希儿震惊不已时，屋外传来了贺连志的声音。贺连志神色坦然地告知夏希儿，他与叶青雨在战场并肩作战，互生情愫，待日后军功落地，便会向陛下请旨，迎娶叶青雨为平妻。这番说辞与他梦中听到的一模一样，夏希儿心头骤沉。他满心失望地质问贺连志，大婚当日他曾许诺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成婚不过3载，为何转眼就违背誓言，薄情纳妾？面对质问，贺连志毫无愧色，态度冷漠地表示，昔日诺言早已作废，叶青雨才是他此生真爱。他假意安抚夏希儿，称叶青雨过门后，他依旧是将军府名正言顺的正妻，地位分毫不变。这番敷衍的安抚彻底激怒了夏希儿。贺连志见他动怒，反倒心生不满，斥责他无理取闹，自己好心商议，他却肆意发火。此刻的夏希儿已然看透贺连志的凉薄，直言这有名无实的正妻之位，他早已不稀罕，当即提出要与贺连志和离。贺连志听闻和离，满脸错愕，立刻厉声拒绝。他告知夏希儿，二人婚事是太后御赐，容不得他肆意胡闹，随意反悔。这一刻，夏希儿彻底确认，那场噩梦皆是未来注定的宿命。3日之后，便是夏家被构陷抄家流放的死期。为保全全家性命，他心中暗定主意，必须提前布局，早做打算。就在他思索对策之际，侍女春柳入内通传，老夫人传唤他即刻前去问话。春柳进屋后察觉屋内异样，疑惑府中是否进了小偷，为何夏希儿的嫁妆尽数不见？夏希儿淡然安抚他不必慌张，嫁妆早已被他提前悄悄转移妥当。春柳满心不解，追问他此举缘由。夏希儿直言自己早已收拾妥当，打算回娘家避祸，再也不做将军府的冤大头。既然老夫人传唤，他便顺势前去，直面这场算计。夏希儿抵达厅堂后，老夫人率先开口，她称叶青雨此次立有大功，是将军府的贵人，迎娶她的聘礼绝不能寒酸，以免落人口舌，折损府中颜面。贺连志随即附和，故作坦荡地说自己出身军务，看淡俗务，可将军府的脸面不容有失。紧接着老夫人话锋一转，面露为难地表示府中账目吃紧，皇家赏赐未到，隐晦暗示要夏希儿出面填补聘礼空缺。夏希儿瞬间看穿二人的算计，直言嘲讽他们的算盘打得太过露骨，竟妄想用正妻的嫁妆给小妾置办聘礼，贪心又荒唐。老夫人被拆穿心思，不再遮掩，直接勒令夏希儿拿出压箱底的4万两现银，再加10几箱名贵古董嫁妆，尽数充作迎娶叶青雨的聘礼。夏希儿断然拒绝，绝不允许自己的嫁妆沦为他人纳妾的筹码。一旁的叶青雨当即面露不悦，出声质问夏希儿。贺连志更是立刻维护叶青雨，怒斥夏希儿小气刻薄，放肆无状。他声称叶青雨是国之栋梁，功勋卓著，夏希儿身为当家主母，拿些嫁妆补贴府中开支，置办聘礼理所应当。夏希儿毫不退让，当场细数3年付出。他嫁入将军府3年，老夫人昂贵的养生药丸，全府上下的人情往来，吃穿用度，尽数靠他的嫁妆支撑。看似体面的将军府，实则早已外强中干，全靠他苦苦维系。他转头反问贺连志，既然口口声声看淡金银俗物，如今为何执意觊觎他的嫁妆？贺连志被对得哑口无言，恼羞成怒，斥责他信口雌黄，污蔑自己的战功。夏希儿态度强硬，明确表态绝不妥协，不愿再做费力不讨好的冤大头。贺连志见他油盐不进，当即出言威胁，若他继续胡搅蛮缠，便将他贬为妾室。夏希儿毫无惧色，直言早已厌烦将军府的日子。面对贺连志的追问，他淡然吐出2字：进宫。贺连志震惊不已，厉声质问他是否要进宫向太后告状，蓄意拆散他与叶青雨的婚事。夏希儿神色淡然，直言太后圣明公允，绝不会偏袒背信弃义之人。贺连志怒火中烧，出言警告，若他敢破坏婚事，必定动用家法严惩。老夫人连忙劝阻，笃定夏希儿只是深宅妇人，掀不起风浪，根本撼动不了御赐婚事。夏希儿不再争辩，转身准备离去。侍女春柳满心担忧，劝说他慎重考虑，一旦执意和离，必将受尽世人非议，千夫所指。太后得知夏希儿的心意后，特意召见了他，主动劝说挽留。太后表示，
可下旨将叶青羽贬为妾室，保全他独一无二的正妻之位，不必执意和离。夏仙儿心怀感恩，却心意已决。他向太后坦言，已然彻底看清赫连志的卑劣本性，绝不愿与薄情寡义之徒共侍一夫，更不屑死守一段腐烂变质的婚姻。太后见他去意已决，最终应允，告知他获离懿旨，稍后便会送往将军府。夏仙儿郑重叩首，感谢太后成全。一直倾心夏仙儿的镇南王轩辕义，得知他即将获离的消息后，欣喜不已，生怕错失良缘，当即决定即刻向陛下求取赐婚圣旨，早日将夏星儿娶入王府。另一边，夏仙儿心中早已盘算周全，他决意获离脱身，不仅要全数取回自己的嫁妆，还要让算计他的赫连志与叶青羽守着破败空荡的将军府自食恶果。不久后，赫连志怒气冲冲找上门，怒斥夏仙儿是毒妇，竟敢真的进宫告状。夏仙儿神色冷淡，不屑地表示自己从未想过争抢他这般负心人，根本不屑掺和二人的私情。叶青羽见状，故作委屈大度，声称自己与赫连志是战场厮杀换来的生死真情，是常年身居深宅，只懂摆弄胭脂水粉的夏仙儿无法比拟的。他假意无争，希望夏仙儿能够体谅包容。夏仙儿当即反唇相讥，直言二人最大的区别便是自己安分守己打理内宅，而叶青羽专门抢夺他人夫君，行径与见不得光的外事别无二致。赫连志闻言暴怒，极力维护叶青羽，夸赞他是巾帼英雄，朝廷栋梁，战功赫赫，足以封将，绝非眼界狭隘的深宅妇人可比。老夫人连忙出面打圆场，劝解夏星大度包容，称赫连志只是一时心急，叶青羽进门已成定局，一家人不必针锋相对。叶青羽也顺势劝解，称婚事是皇上钦定，希望夏星不要任性执拗，为难赫连志。为了平息纷争，老夫人再度折中调解，提出让夏星拿出一半嫁妆，当作迎娶叶青羽的聘礼。夏星只觉荒唐可笑，嘲讽老夫人贪心至极，竟想让他自掏腰包为夫君迎娶新人撑场面，如意算盘响彻京城。不等众人再争辩，叶青羽故作高风亮节，声称自己刀口舔血，征战沙场，从不看重金银绸缎这类俗物，无需铺张聘礼彰显身份。赫连志听罢，愈发赞赏叶青羽的风骨，愈发嫌弃夏星唯利是图，格局狭小。他随即心生算计，盯上了夏星名下京城顶尖的五金铁器铺，声称叶青羽偏爱神兵利器，这些铺子留在夏星手中纯属浪费，应当过户给叶青羽，打造兵器为国效力，也算夏星间接为大梁尽一份力。夏星心中冷笑，假意应下，随即调侃道：“铺中铁料充足，正好可以打造一把大刀，专门收拾这群忘恩负义的白眼狼。”这番话彻底激怒赫连志，他自认朝廷命官，身份尊贵，怒斥夏星粗鄙放肆，当众辱官。老夫人连忙制止暴怒的赫连志，再度出面调和。他故作退让，暂且搁置嫁妆与铺子的争执，却勒令夏星必须尽心筹备赫连志与叶青羽的婚事，务必办得风光体面，保全将军府颜面，不让外人看笑话。赫连志也顺势摆出大度姿态，声称只要夏星出钱出力办好婚礼，便不再追究他告状顶撞的过错，保全他的正妻名分。夏星只觉无比讽刺，直言赫连志脸皮厚重，明确表态嫁妆铺子分毫不出，婚礼半分心力不费，二人想办体面婚事，便自行出资，不必再来纠缠自己。叶青羽假意劝阻赫连志，不必与不懂家国大义，只懂柴米油盐的内宅妇人置气，免得自降武将威名。老夫人也接连劝说，二人日后同住一府，应当和睦相处，劝夏星服软退让。夏星彻底看透这一家人的贪婪自私，直言老夫人年老昏聩，还做着妻妾和睦的荒唐大梦，自己绝不会委曲求全，妥协退让。就在僵局之际，屋外传来圣旨抵达的消息，赫连志与叶青羽瞬间面露喜色，笃定是赐婚圣旨，认为夏星的所有反抗皆是徒劳，已然无力扭转结局，心中暗自盘算接旨后再惩治夏星。夏星神色淡然，从容静待旨意宣读。第一道圣旨宣读完毕，陛下嘉奖叶青羽战功卓著，特意赐婚于赫连志，册封叶青羽为平妻，与正妻不分尊卑，勒令3日内完婚，不得延误。赫连志愈发得意，当众嘲讽夏星的阻拦毫无用处。叶青羽也顺势炫耀自己与赫连志的生死真情，绝非夏星能够拆散。可话音未落，传旨太监紧接着宣读第2道太后懿旨，懿旨直言赫连志婚内悖逆，背信弃义，准许夏星与赫连志即刻获离，从此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干，勒令将军府上下不得阻拦。全场众人震惊错愕，这才知晓夏星进宫并非阻婚，而是早已求下和离旨意。夏星从容跪地接旨，叩谢太后成全。赫连志回过神后暴怒不已，当即出言阻拦，声称夏星是赫连家明媒正娶的媳妇，3年来依仗将军府度日，想要和离离开，必须留下所有嫁妆、地契与私产，
绝不允许他空手脱身。叶青雨也立刻附和，冠冕堂皇的借口边关军饷紧缺，声称夏仙儿带走嫁妆便是断绝将士生路，不忠不义，逼迫他尽数留下财物为国分忧。夏仙儿冷嘲叶青雨脸皮极厚，抢人夫君，慷他人之慨的本事无人能及。若真心为国，大可去收缴国库，不必盯着他一介内宅妇人的嫁妆不放。赫连志被对得无言以对，当即下令下人封锁库房，扣下夏仙儿所有嫁妆物件，哪怕1寸布料也不许他带出将军府。下人奉命行动之际，一名仆人慌忙来报，府中库房早已空空如也。夏仙儿的120台嫁妆，府中积攒的金银字画，就连正厅的紫檀木屏风，尽数消失不见。老夫人与赫连志大惊失色，气急败坏。赫连志一口咬定是夏仙儿所为，怒斥她是毒妇，逼问财物下落。夏仙儿从容反问，自己只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，不可能在众人眼皮底下搬空整座库房。她直言将军府本就破败不堪，全靠她的嫁妆支撑，如今空空如也，或许是天道昭彰，降下天罚，惩戒赫连家的忘恩负义。赫连志与叶青雨气急败坏，不顾体面，当即下令拿下夏仙儿，打算挑断他的手筋，将他关入柴房，逼他吐出所有财物。危急关头，镇南王轩辕义骤然现身，厉声喝止众人，谁敢动夏仙儿，便是与他为敌。赫连志与叶青雨忌惮镇南王权势，瞬间不敢妄动。赫连志强作镇定，辩解这是自家家务事，镇南王位高权重，不该强行插手臣子家事。叶青雨也随即附和，声称夏仙儿行径恶劣，偷盗府中财物，镇南王不分青红皂白护短，有损自身清誉，寒了将士之心。赫连志更是强硬表态，夏仙儿未归还财物，便依旧是赫连家父，此事外人无权干预。镇南王无视二人辩解，直接示意手下宣读圣旨。第3道圣旨即刻下达，陛下表彰镇南王战功赫赫，为国栋梁，下旨将长信侯嫡女夏兴赐婚给镇南王为正妃，择日大婚。这道圣旨彻底颠覆全场所有人的认知。赫连志、叶青雨与老夫人难以置信，无法接受。叶青雨心中极度失衡，自己九死一生征战沙场，才换来一个平妻之位，而刚获离的夏仙儿竟一跃成为身份尊贵的镇南正妃，地位远超自己。众人惶恐不安，生怕夏仙儿记恨前世，吹枕边风，让赫连家和叶家满门覆灭。镇南王冷眼看向赫连志，淡然询问可否带走自己的王妃，质问他是否敢以下犯上，违抗圣旨。赫连志惶恐不已，连忙俯首认错，不敢再有半点阻拦。镇南王温柔安抚夏仙儿，直言破败狭隘的将军府配不上他，亲自护送他离开。途中，他真诚表明心意，将王府令牌与丰厚聘礼悉数交付给夏仙儿，许诺封地所有宅子、铺子、产业尽数归他所有，此生唯他一人。夏仙儿想起梦境中自己惨死时，镇南王悲痛绝望的模样，知晓他真心待己，又有御赐婚书加持，便收下了这份心意。但他深知人心易变，不敢全然依附他人，决定即刻返回娘家，与家人商议对策，规避3日之后的抄家流放之祸。夏仙儿回到侯府，家人对他突然归家满心疑惑。他快速告知家人，自己已然获离，不久后便会再次成婚。家人接连听闻巨变，震惊不已。夏仙儿来不及细说过往，神色凝重地告知爹娘与3位兄长，3日之后，赫连家与叶家会联手构陷夏家，通敌叛国，陛下必将下旨抄家，举族流放凉州，此事关乎全族性命，绝非玩笑。兄长们无条件信任妹妹，立刻听从安排，全家老小一同动手，将府中所有金银细软、紧要地器、机密账册、珍贵物件尽数搬到大厅，准备统一转移。看着堆积如山的香笼财物，家人们一筹莫展，物件太过沉重，车马难以尽数搬运，根本不便流放途中携带。就在众人束手无策之际，夏香动用祖传古镜的储物能力，瞬息之间，满厅的香笼、财物、兵器尽数收纳一空。爹娘与兄长们目睹这般神奇手段，震惊不已，直呼不可思议。夏仙儿无暇解释太多，只告知这些物资是全家流放路上保命的底牌，又提醒父亲取出厅门口地砖下暗藏的私房钱，彻底清空侯府所有财物，不留分毫隐患。一家人刚刚完成全部转移，朝廷的抄家圣旨便如期抵达。官员当众宣读旨意，以长信侯府勾结外敌，意图谋逆为由，免去死罪，判满门抄家，次日举族流放凉州。夏家人亲眼见证预言成真，彻底信服夏修的预判。官兵奉命在侯府内掘地3尺，四处搜查，却一无所获。整座侯府空空如也，连梁柱金箔都被刮得干干净净，找不到半点值钱物件。赫连志与叶青雨前来督办抄家，见此情景，气急败坏，怒斥夏仙儿歹毒，提前转移了所有家产。夏仙儿淡然回怼：侯府如今家徒4壁，恰好印证夏家清白坦荡，
从未私藏叛国赃款。官兵无奈之下，只能封锁侯府，严防出逃。此时距离流放启程仅剩1夜，夏仙儿深知前路艰险，物资匮乏，决定趁夜搜罗更多补给，为全家后路铺路。深夜，镇南王悄悄前来探望，确认夏仙儿平安无事后，告知了他一个意外消息：自己的兵权与封地已被陛下收回，如今只是闲散王爷。夏仙儿本以为赐婚王爷能寻得靠山，未曾想对方自身难保。可镇南王随即坦言，没了兵权封地，便无需驻守履职，正好可以一路跟随护送夏仙儿前往凉州，全程照料他的起居。夏仙儿心中微动，点头应允，随即询问他的轻功水准。得知他轻功卓绝，翻墙如履平地后，当即邀请他连夜同行，外出搜罗物资。镇南王毫不犹豫，即刻应允陪同。二人首战前往叶青羽府邸。镇南王起初误以为夏仙儿余情未了，耿耿于怀。夏仙儿直言此行只为储备流放物资，别无他念。他动用古镜储物，将叶府贪污所得的奇珍异宝尽数收纳。随后二人马不停蹄，接连造访叶尚书府、丞相府、京城各大绸缎庄与垄断酒楼，将一众贪官污吏的不义之财尽数清空收缴。二人甚至潜入皇宫太医院，将进贡的珍稀血燕、御用圣药等贵重物资悉数带走，搬空了皇宫一众珍贵储备。皇宫珍宝莫名失窃，数万御林军毫无察觉。皇上得知消息后震怒不已，百思不得其解。与此同时，抄查侯府的官员回宫复命，称侯府一贫如洗，一无所获。皇上震怒，认定夏家早有预谋，提前转移赃款，当即下旨将长信侯府、赫连家、叶家尽数定为通敌逆贼，一体流放凉州。此刻景象与夏仙儿的梦境基本一致，唯一的变数便是多了镇南王相伴左右。夏仙儿心中坦然，既然保全了全家，便一并照料随行之人，负责好所有人的后路。另一边，赫连志与叶青羽依旧不死心，笃定夏家世代为官，必有藏匿财物，打算深夜再探侯府，搜寻密室暗阁中的积蓄。可二人的算计终究落空，朝廷新的圣旨随即抵达，林相已然招供认罪，供出赫连家、叶家私通北狄，参与谋逆的确凿账簿证据。皇上龙颜大怒，当即下旨拿下二人，剥去战甲，削去所有军功，枷锁加身，一同流放凉州。作恶多端的二人最终自食恶果，难逃惩戒。